皇上，臣妾知道此事不宜多嘴，可一想到刘楠姐姐，臣妾寝食难安。张汤已经审明了，军粮被烧一案，应由刘楠和朱婉负起主要责任。那他们该当何罪？张汤在朝上说，朱婉已经战死，不予追究。刘楠按律当斩。朕也不想这样。皇上，请看在刘楠是皇上堂姐姐的份上，网开一面吧。朕在朝堂上也想这样说，但朕不好启齿啊。乾坤子和一些大臣们在朝堂上一个个的禀报，说朕如果赏罚不明，以后就无以御国。乾坤子还说，想当年国舅爷王修功劳比刘楠大出许多，朕说杀就杀了。当年金吾子杀人行凶，朕也毫不手软，因此才得以朝臣拥戴，江山稳固。况且上次荆楚王合族造反，朕已单独赦免过刘楠。如果此次再赦，恐三军不服啊。那么皇上赞同杀刘楠了？开始，朕还是没有点头。但是退朝以后，乾坤子单独向朕禀报，说自从刘楠被囚以后，东方朔在下面对朕很不恭敬。皇上，您得自己衡量大臣，不能听信谗言。朕是自己在衡量大臣。他东方朔说朕昏庸，他说此次分兵夹击匈奴之计，是在他的授意下提出的。他说朕如果杀了他的小老婆，以后就再也得不到他的真心辅佐。他放肆！皇上，这绝不是东方朔的口气。你是说，这是乾坤子的功捷？不，即使乾坤子不说，朕也知道，他东方朔是如此想。他东方朔从来就目中无人，从来就自大狂妄。朕过去一再容忍，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也是朕惜才。可现在，匈奴已灭，国富民强，内外安定，四海眼清。他说到底也只是一个臣子，朕可以用他，也可以不用他。天下的臣子多了，朕就是离了他，也照样文治武功，也照样君临天下。皇上，您是真要杀刘楠？也正好，算是给他东方朔一个警告。什么时候？明日午时3刻。师傅，夫人进城来了。夫人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幸亏惭愧，原本应该在景家园去接你，只是遇到了一些事情。没关系的，是不是皇上要杀刘楠？你都知道了。今日朝堂上，张汤呈上不利于刘楠的证据，于是乾坤子和王怀恶互相唱和，逼得皇上下旨，明日午时，将刘楠绑赴西市，斩首示众。这次刘楠出事，都怪我扳倒接应太晚，才铸成如此大错。
不止这些。就在刘南粮草出事之后，朱婉的妹妹突然不辞而别，我问遍府上所有人，却都不知道她去了哪儿。朱文为什么会不辞而别？他哥哥战死后，他怎么就突然离开你们家了呢？所以罗琦认为，此事十分反常。罗琦还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从朱婉怂恿我去王怀鄂那里偷令箭一开始，他就有了某种感觉。他有了什么感觉？我会被王怀鄂告到皇上那里，然后以乱贼拿下，而押送粮草的事情，就只能由刘南一个人承担了。幸亏我当时及时赶到，才镇住了王怀鄂。可是此事化解后，这个王怀鄂怎么又采取了2次发粮的办法，最后还是让刘南一个人第2次去解运粮草？我知道了，他们让刘南一个人解运粮草，这正是他们的目的。一旦这个目的成型，他们是很容易对孤身一人的刘南下手的。所以罗琦认为，朱氏兄妹身上藏着重大的秘密啊！如果朱氏兄妹真与此事有关，那就更可以肯定了，这完全是他们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啊！这事早就开始了，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？就是从朱氏兄妹假扮被张大人追杀的良民，然后再投到你的门下为徒，这事情就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立即将此事禀报皇上去。哎呀，没有用的，我们现在只是一个推测，又没有证据，皇上是不会相信的。那我们去找张汤，请他进一步调查，那就更没有用了。张腾这个人你不了解吗？矮板固执，没有铁板一样的事实，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服他。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刘南冤死在奸臣手中嘛。那就只有到明日午时找到朱文，而且必须还得让他说实话才行。如果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就去劫狱，救出公主，助她远走高飞。你这是自投罗网！我不信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是他们预谋已久的一个大阴谋，人家早就算出劫狱这一招了。你信不信？他们正盼着你去呢。那我就不去劫狱，我去劫那个狗日的王怀鄂。哥，这些金子拿着，拿着，拿好金子，赶快出城啊！你们到十里店再找个地方住下来。如果明天下午我还没赶到的话，哥，你带着嫂子就自己回山东老家吧。妹子，多亏你神机妙算，为我大大的出了一口恶气。哎，我怎么感谢你啊？王大人，你的家仇就是我的家仇，你我就不要见外了。这一次虽然没让东方朔本人栽倒，但除掉他的小老婆，等于是斩掉了他一只手臂呀。哼，这次东方朔到底栽还是不栽，现在还说不准呐。乾坤大人，那下一步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不是我有什么好办法，是那个东方朔，他一定会使出蠢办法。二位大人，秋胡和他的老婆带着行李，乘着一辆大车出城去了。下去。王大人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东方朔的大舅子携家带口的出城，这跟东方朔的倒霉有什么关联啊？
东方朔的大舅子带着孩子跑了，东方朔和他老婆秋姑留在了城里。你说他们能干什么？劫狱。他们已经劫了好几次狱了，而且他们不会不知道，这次张汤一定做了周密的防范，他们没有那么傻。那就是劫法场。对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景奎的老婆也从乡下住进了长安城里。这个女人的武功远在秋姑之上。东方朔两口子和景奎两口子，再加上景奎手下的那些弟子，如果真的要闹起来，恐怕法场真的要被劫了。王大人，您请放心，我既然早已料到，当然也就早就做好安排了。去吧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任何人不许进来。公主可好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来看看你。我们毕竟是多年的老相识了。说，是不是你设下的奸计，故意陷害我？公主是要求教于我吗？你这一点小手段，不值得一谈。东方朔早就对你有怀疑。他仅仅也是怀疑，他只猜测我要做什么，可他却不知道我能够怎么做。由此看来，这个东方朔，除了油嘴滑舌、插科打诨之外，什么智者呀，什么才子，全都是狗屁。你现在该知道，什么叫做无毒不丈夫了吧？你根本没有资格称丈夫，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是什么大丈夫，但我也是个男人，一个有血性的男人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想当年在荆州，我对你是多么的钟情，我千方百计的想讨好你、巴结你，甚至我暗暗发誓，为了你可以付出我的性命。可你却不肯正眼看我一眼，而且我千方百计讨来送你的东西，哪怕是价值连城的宝物，你都视为粪土。你这个贱女人，偏偏对一个有妻有室的东方朔一见钟情，舍身忘死，甚至不惜做妾当他的小老婆。呸！你个贱女人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比拿一把钢刀插到我的心脏还要让我痛苦100倍？一个连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的东西，还想得到别人的亲眼相加，做你的梦去吧！我告诉你，东方朔是飞在天上的大鹏，而你只不过是水塘里一只肮脏的癞蛤蟆。是，他确实是只大鹏，可他这只大鹏也未免太霸道了，他不给本人留下一点施展才华的余地。为了我能有出头之日，我必须要搬掉这块绊脚石。你，公主千岁，这次他就栽到我的手里了。栽了的只是我刘楠，而绝非东方朔。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心存侥幸。我实话告诉你，这次栽的不仅仅是你刘楠，还有景奎，还有罗启，还有秋姑，更有那个十恶不赦的东方朔。不可能！3岁小儿妄言恐吓，岂能吓倒我刘楠？不相信？那我就告诉你吧，
秋胡两口子带着孩子已经离开长安城了，而且景奎的老婆也进城了。随后三三两两进城的，还有景奎那几十个武艺高强的弟子。哼，你是大鹏的小老婆啊，一定会比我这个癞蛤蟆聪明啊。嗯，你应该知道他们进城准备干什么。想出来了。回禀大人，小的都按照大人的吩咐，将周边几个州县的衙役都调集起来了，大约有1000多人。小的已经把他们都安排到了指定的位置。不错，这一次一定不许出差错。谁要是出了差错，一律重责不饶。大人，东方若夫人请求探监。大人，他会不会是给刘楠通风报信呢？我就担心今天晚上他不敢来，放他进去。姐姐，妹子，姐姐，让你受苦了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个老爷。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都知道你是被那些奸贼陷害的。东方说他现在找不着证据，他没有办法请皇上赦免你啊。姐姐，刘楠本身就是家破人亡的落难之人，承蒙姐姐大义收留，待之如同手足，并且姐姐一个女人能让妹妹与东方大人夫妻一场。刘楠打心眼里感激姐姐，与姐姐的胸怀相比，刘楠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丫头。本想这辈子好好侍候姐姐，以报姐姐大恩大德，没曾想半途却受奸人陷害。刘楠只好下辈子做牛做马，再报姐姐大恩大德。瞎说什么呢？妹子，先别说丧气的话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明天正午我到法场救你出去。千万别这样，姐姐，这样会连累你们的。怕什么？大不了不做这个官儿，咱们回山东老家去。姐姐不行，钱姑子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哼，就任凭他有千军万马，又能怎么样？咱们东方家的人，要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。这样窝窝囊囊拉出去杀头，算什么呀？姐姐，千万别为了我一个，连累了你们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问你，这家我为大还是你为大？姐姐为大。那你还跟我争什么？没大没小。姐姐，行了，把泪擦干。咱们东方家的人流血不流泪，别让那些小人看笑话。行了，别胡思乱想了。精神，准备明天的事儿，啊！姐姐。
壮士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夜闯王府？在下景奎，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？壮士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如果壮士不想说的话，我也不勉强。告辞。别。朱文，我父亲名叫朱范，是抚丰府永安县县令。半年前突然被知府查出有徇私舞弊劣行，可家父为官，一生清廉，永安百姓有目共睹啊。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相信，一定是有人陷害了父亲。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啊？这时有人告诉我们，说只要到长安来找王怀鄂大人，或许能帮家父澄清冤屈。所以我们兄妹便来到长安，登门求在王怀鄂大人名下。于是王怀鄂说，可以免去你父亲之罪，但首先你们得答应他一个条件，是这样吗？正是这样的，他先安排了一幕苦肉计，最终让我们兄妹打入景大侠身边。那后来你又是怎么知道你哥哥是死于王怀鄂之手呢？是哥哥的一位生死弟兄从前线赶回，告诉了我哥哥被他们杀人灭口的消息。我连夜赶回扶风，准备先搭救出爹爹，不料到了扶风才知道，爹爹已于多日之前惨死在了狱中。这天杀的贼子，这辈子不得好死。后来，我找到爹爹生前的一位至交，是一个在府衙里办事的差人，他才悄悄地告诉了我，这次安排的一切，都是受那个王怀鄂的指使，目的是要通过我们兄妹来陷害东方大人，为他死去的老子报仇。荒唐！这简直就是荒唐！王大人乃朝廷重臣，怎么会与扶风县的一个女子有什么瓜葛呢？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。是啊，景奎，没凭没据，仅凭这个小女子的一面之词，叫朕如何相信？皇上，微臣所言句句事实，朱文就是人证。皇上，朱婉是景奎的徒弟，如果这位女子是朱婉的妹妹，那他们就是一伙的，她怎么能够作证？皇上，朱文诬陷朝廷大员，罪不可赦。皇上，小女子冤枉啊！朱文啊，你的话到底是真是假，朕一定会派人查个水落石出。当然，此事关系到朕的堂姐，朕也不会轻易罢手。小义子，奴才在。宣明妃火速进宫。打开。公主，下官为您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，送您上路。公主，时间还早，请您慢慢享用，下官就不打扰。慢。公主还有什么吩咐？给我拿梳妆盒来，我要梳洗打扮后才上路。下官马上就派人送来。怎么样？皇上怎么说的？我向皇上说，给臣半个月时间，臣一定会顺着朱文父亲和哥哥两相遇害这条线，将刘楠的案子查个水落石出。皇上点头了吗？皇上没给半个月时间，皇上说最多只给7天时间。
7天就7天，给刘南免死了吗？暂时免死。那你这个钦差大人，走，赶紧给张汤下令去。把大门打开！快开门！开！快开门！公主！公主！皇上已经颁旨暂时免你一死了，公主。皇上，我还想听。请你跟我说一句话。公主。我美丽的好老婆。皇上和娘娘驾到。臣叩见皇上，叩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谢皇上。皇上您请。娘娘请。
刘楠姐姐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朕已经让明妃去调查了，你怎么就不愿意再多等一会儿呢？刘楠姐姐，妹妹对不起你。皇后，我妹子是被别人陷害的，你要替她伸冤啊！秋姑，你别这样，我和皇上心里同样不好受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好人总是要被冤枉，好人总是要受气呢？老天不公啊！老天不公啊！夫人，您节哀。东方说呀，臣在。刘楠的灵柩，你打算如何安置？回皇上，刘楠虽贵为公主，可也是东方家的媳妇儿。臣准备将她的灵柩运回山东老家去，安葬在祖坟之中。朕准了，给你3个月，送刘楠回山东，好好安葬。臣谢过皇上。我踩死你！我踩死你！我踩死你！踩死你！唉，如花似玉的一个公主，可惜了。有什么可惜的？死得好。可惜没有成为我的老婆，我还真有点想她。哟，想姑娘了。从我这儿拿一个去，想要谁我给谁。唉，不说他了。现在皇上把东方朔放回山东去了，像什么明妃呀、赶夫啊，还有那个卫青，就由得我们慢慢去收拾他们了。只是皇上会不会永远都听我们的呀？皇上这次能灭掉匈奴，永绝外患，真可称得上是功盖古今呐。皇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心雄万丈之人，现在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得意成妄行也在所难免。此时，谁想逆着他的心意而动，必定会撞得头破血流。大侠、罗琦，你们请回吧。去吧。你把他也带上吧。带上他吧，说不定这孩子会在我们家待上一辈子。
刘南一死，我一下就心灰意懒了。朝堂险恶，远不是过去我梦中那般芳草萋萋的绿洲了。大侠，切记，在长安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万万不可意气用事。东方兄，请放心，景奎遵命就是。遇到什么实在解不开的结，就去请教楼启。可不管怎么样，刘南不能白死，我要在朝堂上立谏，请皇上继续追查的。皇上，刘南公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，臣恳求皇上下旨，从朱范、朱婉之事入手，深入调查此案。皇上，扶风府早就禀报，朱范早已死在大牢之中。皇上，这是杀人灭口。如何死的，好好查查。好了，朝廷大小事情不胜枚举。这不，卫青有奏章来，班师的三军已还师坝上，10几万匈奴士兵和百姓也已带回。他们的受降和安置问题，才是马上要议的紧要大事。皇上，景奎，朕已说了，现在要议的是匈奴受降和安置的大事。诺。皇上，受降一事一定要搞得空前绝后，方能与皇上的功德相匹配啊！皇上，臣以为此次受降一定要办得隆重非常，让天下四海世世代代铭记皇上的丰功伟绩呀！是啊，是啊。两位爱卿，此言甚好。朕想再听得周详一些。哦，皇上，臣以为，一，把长安北门改成武圣门，表示武皇胜利之门。这二，在皇宫外筑一受降台，待我大军班师回城之际，皇上在台上亲自接过浑邪王的投降书，并立刻下旨，以安抚匈奴投降的军民。好，好。还有三吗？为宣示匈奴已彻底的归顺我朝，从此以后，匈奴所有的军民一律不许骑马，更不能携带任何兵器。这也暗合兵器归库，放马南山之意。此言有理，只是不让他们骑马，步行而至长安受降，这要走到什么时候？皇上，不让他们骑马，他们可以坐车呀。坐车？想那匈奴从来都是骑马，何时坐过车？再说，这车又从何而来？皇上，他们没车，我大汉朝有车呀。匈奴马强，但最怕大汉的车，尤其是卫青的武钢车。诺。好，让他们坐车好。皇上，不可。有何不可？皇上，此次前来受降的匈奴军民共达10数万人之众，按每5个人乘坐1辆车计算，也得2万多辆车才行。仓促之间，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车辆供他们乘坐呢？皇上，车子的事好办，官家的车不够，皇上可以向民间征调；京城的不够，可以向附近的州县征调嘛。就是啊。好，那就这么办吧。皇上，此举万万不可呀！那车子都是百姓的谋生工具，一旦被强行征调，恐怕会引起民众怨尤，人心动荡，势必会抵消他们对皇上的感恩戴德之情。还请皇上三思。